在下一步就是根据战场局势的变化，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战机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大家好，我是曹伟东。这个美国、还有英国、还有德国呢，都向乌克兰提供了重型的坦克。那么，在他们提供导弹呐、坦克呀，这些武器装备的同时呢，在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问题上呢，这个西方国家呢发生了一些分歧。那么，有的国家说呢应该提供，有的说呢暂时不应该提供，有的说呢现在就应该提供。比如说法国就说我可能就要向乌克兰提供。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为什么会态度不太一致？或者是说这个下一步他们是否会像提供重型坦克一样向乌克兰来提供就是有人驾驶的战机呢？我认为很有可能会像提供重型坦克的方式一样，会向乌克兰提供有人驾驶的飞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因为我们看，首先呢，这个俄乌的冲突是美俄之间的博弈。既然美国希望这一场冲突或者战争延续的时间更长，烈度更高，因为它要通过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它是根据战场的局势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比如说从最初的单兵武器、防空的毒刺、反坦克的标枪，然后呢提供射程更远的 M777这种火炮，然后就是弹炮合一的海马斯，然后就是埃布拉姆斯这种重型的坦克，包括在此前提供的 M2这样的步兵战车。那它的这些武器装备的提供数量性能完全是根据俄乌冲突这个战场的变化的，因为它要让这场战争延续下去，而不是快速的结束。那快速的结束，一个方法是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还有一个呢，就是提供更大量的、更先进的这种武器装备。那现在呢，它是根据这个局势的变化来调节，就是向乌克兰提供什么型号的武器装备，然后呢提供多少。那既然是以美国为主导也就是当后台老板，那么其他的西方国家呢很有可能是附和。比如说德国的态度就发生了个明显转变，他开始的时候呢是不太愿意提供豹2这样的重型坦克的，因为他知道他和这个俄罗斯是邻居，这个邻居是永远搬不走的、换不掉的。那么他们国内就考虑，将来俄乌冲突结束以后，如果这个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恶化的话呢，双方在经贸往来上，在安全的这个方向的合作，或者是说这种理解信任的话呢，就会受到重大的破坏，那对德国是不利的。所以不要提供这种重型的坦克。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呢，德国最后还是要提供它的豹2主战坦克。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飞机要不要提供？那么法国说应该提供，那美国说呢，暂时还不要提供。因为美国它不是不愿意提供或不能够提供，而是说它要根据战局的变化，就是你现在向乌克兰提供了这些作战飞机，它能够使用吗？在什么程度上使用？是不是马上就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不是的，因为它现在主要的交战的这个战场是在陆地上，是在乌东地区。那么现在最需要的是坦克、装甲车，而不是飞机。那么飞机可能是下一步的这个要提供的武器装备，而现在防空导弹就是打击俄罗斯的空中力量，这是一个当务之急。那假设战局发生了变化，就是比如说乌克兰在战局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战果，需要空中支援，那美国它一定会打头要向乌克兰提供就是这种有人的战机比如说美国的 F-16这种战机是出口比较多的，作战性能比较好的。所以我认为在下一步就是根据战场局势的变化，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战机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不是说会不会提供或者是说这就是一道什么红线呢？不是的，这个完全是美国按照它的战略意图来推进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